日本的放假天数都是120天起跳，等于1年的1/3都在休息。这是不是跟大家在日剧里看到的工作狂、社畜、医生不对一样呢？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ど真ん中です。でも僕は仕事です。皆さんもわかりますか ？Hello， 大家好，我是最想了解台湾的吉田好一。有很多台湾朋友都羡慕日本，好像一直在放假。我公司的台湾同事也说3连休好多，好开心，还可以放黄金周这种大型长假。这是不是跟大家在日剧里看到的工作狂、社畜、医生不对一样呢？今天就来帮大家介绍一下日本职整的休假状况，看看日本人是不是真的很常放假。开始介绍主题之前，大家先来 check 一下是不是已经订阅追踪我的频道啦？还没的人请移动到右下角按下按钮订阅，再开启小铃铛。每周6我都会推出新影片，跟大家分享我对日本时事的想法，还有一些好玩的生活观察。也很欢迎大家可以 follow 我的脸书跟个人 IG 留言跟我聊聊天哦。お願いします。ほな始めましょうか。日本是不是很常在放假？我个人认为是蛮多的。除了跟台湾一样放周休2日之外，有16个国定假日，外加一些隐形的假日。像日本过年是过国日年，所以1月1日元旦前后就会放假。夏日有类似台湾清明扫墓的我碰宜人盆节，通常会放8月13日至15日。对上班族来说，等于是一张小暑假，都没有特别标示在行事历上。日本还会透过利用福利开休日这种类似台湾弹性放假的调整机制，如果国定假日刚好碰到星期日，就会延到星期一，形成3连休，让大家能更充分休息。虽然每年都有变动，每家公司的规定不太一样，但日本的放假天数都是120天起跳，等于1年的1/3都在休息。摊开媒体举办的行事日，或是常常的日本旅游、常看日剧的朋友，对黄金周 Golden Week 这个日本国民大型连假一定不陌生。它是1948年日本政府修法后，在4月底到5月初实施的连续假日，包括4月29日的昭和の日、5月3日的憲法記念日、5月4日的緑の日、5月5日的子供の日，这4个国定假日加上前后的周末，黄金周一开始并不叫黄金周，就说是1951年的时候，日本的电影公司大英和松竹同时上映了2部改编自小说家西西本六さん同一部作品《自由学校》的电影，加上票房激涨。放年假的时候，大家都爱看電影。不过，像新年上映的电影就可以称为正月映画、贺岁片，听起来印象深刻，地位明确。当时大英的常務取締役松山秀夫さん为了要呼吁更多人来看电影，就想了 Golden Week 这个响亮的和字英文来宣传。后来大英也创下当时最高的票房纪录，喊得越来越顺。最后大家也习惯把这段时间的大型连假称为 Golden Week 了。虽然黄金周中间卡了3天没放假，不过只要稍微调整一下，就是日本国民能彻底放松的好日子。像是2021年的5月1日、2日刚好是周末，很多上班族只要再多请1天，4月30日就会变7连休，是不是很赞？台湾的国定假日通常看名字就知道为了什么放假，像是跟节庆有关的春节、中秋节。日本虽然也有因为节庆而放的春分の日、秋分の日，不过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妙？黄金周里的緑の日、昭和の日，还有其他的海の日、体育の日、文化の日，是为什么而放的呢？其实都是有典故哦。日本在天皇生日的时候都会放假。昭和天皇生日是4月29日，他去世后久之后，为了纪念他，也因为这天刚好是黄金周的一部分，取消可能会影响国民生活作息，所以借用了昭和天皇热爱钻研植物的精神，将4月29日改设成緑の日，提醒大家要珍惜自然、爱护环境。2007年祝日之后修改后改成昭和の日、緑の日。一到5月4日，大家看日剧或漫画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学校会在11月3日的文化之日举办文化祭文化祭。这个文化之日其实是明治天皇的生日，过去被称为天照節。他去世之后，昭和初期被定为明治节，后来在1948年改为文化之日文化の日，希望提醒国民爱好自由和和平，推动文化。7月20日的海の日也跟明治天皇有关。西元1876年的时候，明治天皇为了巡视东北地区，第一次搭上非军舰的轮船明治丸，并且在7月20日安全回到横滨港。为了
纪念这次航程订定了 Umino 纪念日。不过当时并不是假日，直到2020年日本启用了休假制度 Happy Monday， 换了星期一制度，也就是把原本的假日调整到星期一，增加3连休的贴心做法，最后改为7月的第3个星期一。其他像是从原本的9月15日调整为每年9月第3个星期一放假的 Hero no Hi， 原本是要纪念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林匹克开幕式的体育の日，调整成10月第2个星期一，都是受到 Happy Monday 制度的影响。除了政策影响，当有国家重要大事的时候，休假也会弹性调整。比如为了配合2021年东京奥运，Umi no Hi 海之日改成奥运开幕前一天的7月22日，运动之日调整成7月23日，奥林匹克奥运开幕当天，形成7月22日到25日的4连休。原本设在每年8月11日的 Yama no Hi 也调整成为东京奥运闭幕8月8日当天，同时也是上福利开休日，8月9日再补加1天，让大家有充分的时间商议。如果闲假不过多的话，日本上班族还有很多年假有給可以请。根据日本的劳动基準法，只要在公司待满6个月以上，出勤率超过8张，就有10天的有休。以后每年都会多增加1天，入职6年半就会有20天的有休。这是不是跟大家对日本职场等于压力很大？大家都是工作狂，经常出现卡洛西过劳死新闻的印象不太吻合。的确，就算是现在工作过量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职场文化也很难突然就改变，毕竟大家现在很常用的社畜这个词是上班族用来自找自己是公司的家畜。不过近年来日本开始认真做出许多工作方式改革，像是刚刚提到的有休，之前很多人会担心工作做不完没办法请，或是因为同事们都还有工作，自己也不好意思请，不敢请。2019年开始法律直接规定1年一定要休掉至少5天，还有加班时间也以1个月45小时，1年360小时为上限。如果是因为工作内容的关系，经过劳资双方同意，每个月也不能加班超过100小时，1年720小时以下为上限，不然公司都得罚钱。今天介绍了日本休假文化，大家对日本职场的印象有比较洗白了吗？当然了，职场环境跟员工的福利永远都有更多改进空间。我呢，身为社长，也经常思考这些问题，不只是刚刚提到的国定假日或有休，我的公司还有引进了 Flex 制度，让大家可以更弹性调配上下班时间，提前或延迟1-2小时上下班。受到疫情影响，也开放员工可以在家工作、远距工作，都是希望大家能有更多自由的时间，工作的动力和生产力也会跟着提高。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这句话虽然有点老套，但也很正确。相信上面讲到的休假制度，台湾也有很多可以加进的地方喽。另外，我们也在脸书成立了自己的日本选物社团喽，原学来自日本各地的特色商品直送台湾，欢迎喜欢日本巧物、日本商品的大家在 FB 搜寻明基手部脸书社团进来逛逛哦。喜欢我的影片和频道的朋友们，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哦。ほな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失礼いたします。